来了来了，把鹅啊买回来，我现在一一来介绍。我们先从我左边开始，方院王宫那一带的科叫珍珠科，中间这里东石的科叫牛奶科乌灵鹅。再来澎湖，澎湖是我特地网络上订购，真的空运过来的哦，叫九鹅。这三个我特意留着外观给大家看，你们这样看觉得哪里有不一样？最漂亮的，我个人觉得最漂亮的是黑鹅，这个九鹅。你看到澎湖石科看起来真的很像日本熊本那一类比较高档的生蚝的外表。再来东石牛奶科，你们有发现两个长得有一点点像，但是个头比较小。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长得很像吗？澎湖的石科跟东石的牛奶科，他们都是垂挂式，就是鹅啊，因那绑在的线，整个掉进去海里，是泡在海里的，照不到阳光的。所以你看它的鹅啊，每一个颜色都很漂亮。那我们去拍影片的主角方院珍珠科金珠鹅，对吧？他们是平放，也会泡在海水里，但是他们等海水退潮之后，他们会曝晒在空气中，所以也泡在里头，所以它会变黑。它的壳的壳比较厚实，比较重，它的表面的杂质比较多，那些灰尘比较多，所以你买方院王宫那一带的珍珠科回来，就一定要彻底的把它刷洗干净。这个呢是我精心为大家准备我们台湾比较著名的三大产区，3个不同品种的鹅啊，它们从外观的差别在这里。再来，如果你给它买回来鹅啊，跟我一样是带壳的，我给那里咖喱安那开鹅啊。那我们先从澎湖的石科跟牛奶科，咱先来开。我先开这九鹅啦哈，来，我拿个那个手套一下。你要戴布手套，或是像这种洗碗手套哈。总之戴手套，重点就是要保护你的手，啊不这鹅啊卡出来去刮掉哈，弄老会老低哦，要很小心。这种有专门在开挖壕器，或者你可以一粒的螺拜吧，一致的也可以。然后从这里壳，底部这里轻轻的左右，好，吐进里面，好，它已经进去了，对不对？来，再左右一下，好，再来往上一拨，它就开了，对不对？来，你在挖的时候要记得哦，你的这个蚝刀尽量从上面这样刮，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往下，你往下。鹅啊，这个豆啊就破掉了。你往上，这里有一个类似干贝的地方，这里要把它弄掉。再来，你看哦，那轻轻给它背了，有没有发现？它快下来，但是有一个东西粘住，就是它的背柱这里。你的蚝刀尽量往下，左右，好了，这样就好了。来，它这个味道鲜味很重。然后你挖出来之后，我建议你都卖塞水。有没有看它有吐这个鹅啊水出来？如果是我会直接把它泡在鹅啊水里面，这是它最天然的。再来，东石的牛奶科，我的习惯我是从屁股这里一样挖进去，挖开之后，来，有没有看到这里？来，从背柱这个地方，来划下去一刀，这样子就好了。它这个汁就尽量保留着，来，我来试看看，他们说东石有人都会从这里前面这样开，我看看。其实从前面也可以啊。好。安尼就好啊。好，这粒珍珠鹅是我买了那么多回来，我挖过上大粒的，这样算很大颗咯，跟我的蚝刀比起来，算大粒啊。一般你就看嘛，那鹅啊壳，一般都小颗而已。好啦，刚你看到我在挖那鹅啊，其实少量的，因为其实我每一个基本上各买5斤，有的买到6斤，所以我事先有的先挖，看这里挖好的。你可以从视觉第一眼看就可以很清楚的辨别不一样产地、不一样的颜色，连里面的汁的颜色也不一样。来，我们先从主角方院的金珠鹅，你仔细看它的颗肉，的墩，它一样还是很黑、很漂亮，但它的豆那个鳞的所在有一点偏土黄色，这里面最 Q 的真的是它，我在挖的感觉，我感觉得出来。再来，当就东石的牛奶科，你从2个科水就不一样，那它的颜色有一点是淡淡的乳白色，你再看哦，它们2个那个豆颜色就很明显不一样。好，再来，你来到澎湖的这里就感觉有一点乳白咯，科人的颜色
再更白一点，纯的地方又更黑，很好玩哦。我3个都有给它试一下它的原汁的味道，所有里面最咸的是芳苑，然后第2是九鹅。芳苑跟澎湖的咸度2个快要一样了，但是澎湖的它的尾韵甜度比较高，澎苑这边的金珠鹅一起咸甘，甜味比较少，澎湖的是咸甜甘。最让我惊讶是当就东石这边的咸度比较低，它甜味淡淡的，里面所有鲜味最强的反而是东石牛奶科跟芳苑的珍珠科，以我的嘴巴尝下来的。好，再来，如果今天你鹅啊挖完了之后，我给它吃没料，或者是我买几包鹅啊没水吃料，没有马上吃完的时候，我要怎么保存？来，去看我之前有拍过一个短片，鹅啊的保存法，你就照我这个保存就对了。我跟你说，你去市面上你看那卖鹅啊，因绝对都是插冰水，他们绝对都是插冰水、冰块水，很少直接放冷藏，冷度不够，所以插冰水2至3天是 OK 的。那当天吃或隔天就要吃的，你可以像我这样直接烘保鲜膜，然后冷藏冰箱，出烘套、出风口的地方放着，冷度比较高，放个1天 OK。超过1天，第2天的时候我就不建议了，因为冷度不够，冷度不够的鹅啊，它会慢慢的变质，腥味就会出来，所以保存上要特别的注意。再来，我要用这3个鹅啊一起来做4道不同的料理，让大家参考。好啦，我要来开始料理了。我今天会做4道凉拌洋葱科鹅啊煎面线。鲜科海菜汤，鲜科香菇饭。先来做第1道凉拌洋葱科。我今天用洋葱是紫洋葱跟白洋葱，我觉得这2种的风味跟颜色会让你看起来这盘菜更有食欲、更好吃的感觉。来，各1半就好了。好，来，紫洋葱比较大颗，做这个凉拌的洋葱头啊，这个要把它去掉。切起来才会漂亮，才不会粘在一起。切细丝，那这里切细丝有2种，一种是你顺着洋葱的纹路切，这样子切出来洋葱的口感会比较辣，然后脆度比较脆。如果你是横切啦，这样子切，像这样子切出来的洋葱的口感不会那么辣，但是它的口感不会那么脆口，属于比较脆软型的，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口感。那我就直接横刀切了哈，这样子切，可以的话就切细一点。那紫洋葱的部分也是哈，切好的洋葱来，我有准备冰水，记得这个水是要用开水或是矿泉水、过滤水都可以。泡冰块水的好处就是第1个洋葱会比较甜，再来第2，泡过冰块水的洋葱口感会更脆。你现在先大概记一下你的洋葱，它现在还有一点点没有那么透明，等一下它泡过冰水会变完全透明，那时候的洋葱最好吃。我觉得白洋葱可以再来，我看因为比较小颗吧，我这里全给它下去了。好，给它冰镇一下。来调这个和风醋，简易版的黑豆酱油50cc， 白醋3大匙，乌醋1大匙，二砂糖2大匙。如果你是要用白砂糖也可以，开水或是熬水都可以，100cc， 把它搅拌均匀。糖要散。我在做这个和风酱的秘密武器，正常会放那个法式芥末籽。那这个东西不好买，除非你到 Seven 那个大亨堡，你去拿那个芥末籽酱，那个黄瓜芥末籽酱回来，那可以。但如果没有，来你可以学我这一招，用 wasabi 大概加10克下来就好，这样就好了。来拌下去。还有另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蒜头，抹一点蒜泥下来，味道也很棒。把它搅拌均匀。你要多搅一点哦，因为 wasabi 你要让它溶于这个酱汁里面。这个我的比例有多一点，你调好可以放在冰箱玻璃罐或者是小罐子装，要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淋在生菜上面，或者是沾任何的海鲜都非常好吃。
再来加芝麻油2大匙的量下来。好，其实我觉得可以再多一点呢，我个人喜欢上面的油脂再多一点，那3大匙好了。好，所以起来感觉就像这样。来，再来第2道蚵仔煎面线，我这里用3个鸡蛋，好，然后面线1捆就好。这配料很简单，再来一点葱，你要用韭菜也可以，因为我发现韭菜跟蚵仔也很搭。这个葱大概是2只，好，2只的量放下来。好，再来调味，白胡椒粉先调起来没关系，大概1/3小匙。蚵仔它的咸度有一点点，那面线有咸度，所以我这里的盐就不要太多，我这里的盐大概是1/2小匙就好。你拿加卡咸的，你可以再加多一点点没关系。那煎蛋我习惯加一点糖，这个糖大概1/3小匙，一点点提味而已。好，不喜欢加糖的你可以不要加，或者是你可以用味精、味淋来取代。1/2小匙的香油这样子。第2道完成，再来第3道。鲜科海菜汤，先把等一下要装这个汤的碗准备起来，然后把这个海菜直接放进来，因为等一下水冲下去它就开了。切一点葱花进来，因为等一下这个汤就直接冲下去就好了，比较快。切一点姜丝啊，先一样放进去，等一下热汤冲下去就好。来，那香油大概是1/2小匙的量，海菜汤放着。刚刚不好意思忘了加到一个食材，就是白萝卜。在煮这一道汤，我会加一点白萝卜，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白萝卜的味道跟这一道汤蛮搭的，所以你们可以加一点白萝卜。你被串枪也没关系，切片也没关系哈，就看你们个人。我就直接把它切三角片状，直接这样子切哈，薄一点，这样有一点造型，切薄一点煮它比较快。可以熟，好，白萝卜 OK 了。好，再来最后一道香菇，好，鲜科香菇饭。我用美白菇，那这个菇洗干净，头去掉，剥开，还有金针菇一样，头切掉。好，这个我去洗一下。金针菇在咀嚼，它比较容易卡牙缝，所以我建议像这样子切小块就好。你不要看它觉得很多，等一下炒下去它会缩水，所以这样的量其实是刚刚好的。其实我是靠比较多量的菇来煮这一道饭。那这一个除了2种菇之后，我还会加香蒜酥酱。如果你刚好有买我的香蒜酥酱，你可以用；没有的话，你可以用这种新鲜的蒜头来炒取代。哦，那其实这个香蒜酥酱蛮方便的，烫青菜、炒青菜、拌饭、拌面、煮汤都很方便，捞吧也可以。好了，备料简不简单？开始煮。我一边煮汤啊，一边来做料理。汤先煮，这里是1200cc 的水，先加下来。萝卜先下去熬一下。来，我现在先来做第1道蚵仔煎面线，面线1捆就好，先下来烫。烫面线的诀窍就是水要够多，然后要够滚。烫面线的水不够多，烫出来啊，面线水太糊化，那就不 OK 了。来，我现在做这个蚵仔煎面线，我用东石蚵，你要用什么蚵都可以，只是因为我有介绍3种嘛，我就用东石蚵。我抓一个大概量。通常这一种哦，现挖出来的，我觉得你可以不用再洗过。如果你会担心，你就是清水洗一下就好。要不然这一种现挖没有泡到任何水是最好的，顶多就是把这个水给滤掉就好了。这里留着，因为等一下会有一个综合版的，哦，我每一个都留一些。哦，那米线好啊，来，进熊的撒米线在烫面线，大概2分半至3分钟就 OK 了。那我会烫到3分半，稍微烂一点点，这样子等一下你面线在煎的时候，它比较容易会粘在一起，它口感也不会太硬，像这样差不多了。来，先捞起来，捞起来之后，来先来天落开撑开，让它越快凉啊，你的面线就越 Q 啊，不要去泡水哦，泡水它等一下就不会有粘性了。来，那先来煎面线，我锅里先下1大匙的油，把刚刚的面线先整个下来，然后尽量撑开，你下去就不要再去动它了，尽量保持现在这样。现在先让面线定型啊，先把面线煎到酥脆。你看到我现在这个面线先煎一面，对不对？来，你不用担心这个翻锅不好翻，先煎一面就好。这一面有煎稍微上色有酥酥的，先放着。来，再来煎蛋，再下1大匙的油下来，
刚刚的蛋我们已经有调味了，对不对？来，稍微打一下，打几下就好。好，倒下来，我先转小火。刚下去的时候先搅拌一下，这样子你的蛋等一下比较快熟，好，让它底部跟下面可以受热均匀。在翻的时候比较不会蛋还没熟，鹅啊，好，加下来了。哇，这个鹅啊爆多的哦。把刚刚的面线从这里顺顺的盖上来。这个时候就需要炒菜铲啦，我现在都小火哦，炒菜铲去压它，让蛋液去吸收到面线。等一下翻面的时候，面线跟蛋才会粘在一起。然后这里有一个技巧要注意，你有没有看到鹅啊照出来，尽量让它在里面该用力比。你没有蛋保护它的时候，你蒸出来鹅啊，因为它会有汁嘛，它容易怎么样？也欧呀，会稍微打，因为鹅啊的那个汁比较甜。好，它会容易烧焦。那我把火转为小火。好，来翻面。OK， 翻面过来之后，慢慢给它煎。好，我自己啦，我喜欢吃酥一点，我边边再加一点点的油下来，1小匙就好了。在煎面线的时候，味道会比较香。煎面线那一部分哦，一定要慢慢煎，因为面线那一部分反而会比较厚，尤其我们鹅啊是生的放下去，所以你要慢慢的把鹅啊给煎到熟，面线才会酥。那你在吃的时候，面线会吸附到鹅啊的汁，非常好吃。所以这一道我会建议大家，鹅啊的卖腾鬼啊，直接下去煎熊赞。来，最后是翻面给大家看，就是面线那个部分煎起来就像这样，收收胖胖，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感觉了。我现在全程的火都是中小火，再煎个20至30秒就好。上菜，来这一道你可以加一点7味糖杏子，我觉得蛮适合的。好了，紧接来做第2道。我煮汤我就用这个芳苑王宫的珍珠科恰脆啊，五透刷有没有？好，我把它水换一换。这个都是那个海牛驿站老板送我的，所以我们可以吃得很尽兴。好，来煮汤滚了对吧？来，直接放下来。调味米酒，米酒大概是3大匙，这里大概1/2小匙的盐。这边恰脆要被滚起来对吧？鹅啊，记得先给它落火。鹅啊下去之后转小火，让它慢慢熟。它上面会有一些杂质，正常的来。勾掉的好了哈，主要你看这个恰脆要有开的，这样就熟了。来，起锅，这一锅只有一个字“赞”来形容。紫菜要让它浮起来吧，来，好，完成。我先把洋葱夹起来，来，我夹起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哈，这个洋葱它已经呈现透明状，很漂亮。现在的洋葱最好吃。紫洋葱也一样，你看紫洋葱也是。再来做凉拌，好，说错是洋葱鲜科冷盘。我觉得如果以块头最好看的是这个澎湖10颗，所以我就用澎湖10颗。水滚之后来，这个直接下来，下去之后记得哦，火让它微滚的状态就好，滚水下去大概30到40秒，现在这状态是最好吃。好，时间到，来勾起来。那等一下哦，它起来也个生水，这是正常的。马上冰镇，安尼鹅啊好吃。给它冰镇一下。来，先把洋葱水分滤干，倒过来。这个鹅啊水哈，尽量把它滤干。好，滤干之后，来直接倒到洋葱上面。来，刚刚的酱汁。如果家里有白芝麻哈，你可以撒一点白芝麻上来，点缀一下。这道凉拌洋葱鲜科完成。再来要做饭，来，我先把鸡蛋打起来，蛋把它打散哈，因为等一下鹅啊要沾那个蛋液。我锅里加一点油下来，直接放下来。每一颗鹅啊都要有沾到蛋哦，这很重要。我这里是1颗蛋的量，好，来倒下来，下去之后。用筷子就好，轻轻的拌。基本上你的壳鹅啊有够轻，你基本上鹅啊不容易破，这一点你记得。然后炒一下，
这个步骤很重要哦，一定要把蚵仔煎熟，煎到它比较不会出水的状态。最重要是要把蚵仔的香气用半煎炒的方式煎出来。那我先把蚵仔煎好，放在旁边。来，那趁锅子还是热的，来，赶快把切好的菇下来炒。菇下去就全程大火了，加一点点的油，1小匙。炒一下，炒到菇里面的多糖体它的汁香气炒出来，所以需要一点时间。来，你看哦，这个菇的汁出来，对不对？来，继续炒，要把它的汁炒到干。这个时候香蒜酥酱加2大匙。如果你没有香蒜酥酱，你就变一开始香菇跟蒜头一起炒就好。来，这个时候把白饭，我这个就一般的哈，这个去超市买的这种白饭就好了。如果你家里有隔夜饭，那更好。好，上来就用炒菜铲了，饭呢都完全吸附这个菇啊它的精华，那你不用担心饭会烂掉，完全不会。那这一道饭的特色就是它外表会很滑，为什么会滑？因为这是菇的精华。这一道虽然饭是这样用炒，但其实它吃起来口感你会很像在吃拌饭的感觉，饭也都炒开了哦，也都热了。刚刚的这个蚵仔你没有汁对不对？不用怕，给它下去。好，下去之后继续大火来，这个时候铲几下就好了，做一个结合。来，起锅。来，过来倒卡过来，角度抓好。嘿，再来一点葱。点缀一下，好啦，蚵仔料理4道菜完成。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下说，来每一个的差别。来，你看哦，这是咱王宫的蚵仔，煮好之后它偏黄一点点。我们来看这个10颗，你看颜色不一样，有看吧？一个较白，一个较黄。然后你从外面来2个比较。它比较柔软，一个 Q， 你有没有发现？我这样子压，你们就感觉得出来，没有？对吧？然后你看哦，吃，方圆的好 Q， 然后来吃朋友哎，朋友嘛最好吃，不过澎湖的哈，它是软中带 Q， 来，大家来看一下哈，哇，你看，就像安尼。绝对好吃啦！我这里刚刚是不是还有这个和风酱？你可以沾这个和风酱吃，那种感觉就像你在吃韩式海鲜煎饼的概念。我跟你说啊，3大产区都很好，每一个风味、每一个口感、甜味也都不一样。我今天把这3大产区做成3道菜，第4道这个饭就是一个综合版的。这一次的蚵仔之旅哈，我从上集带大家去产地看这些科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养的，下集回到了厨房教大家做4道好吃的蚵仔创意料理，你在家也可以轻松做。那如果你觉得你的家乡或是哪里也有很棒的农作物、海鲜，或者是山产，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有机会我也可以去探访看看哦。我们下一集要去采访什么呢？下一集再见，要来吃物件。